整个2022年，楼市呢发生了3个大事件，这3个大事件呢影响着我们以后对房价的判断。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买房子？就是因为他对楼市呢没有深刻的分析，不知道现在该不该买。因为现在我们的钱不多，如果买了成了高位接盘者，那我们买的房子就会不断的贬值。如果现在想买呢，但是又不知道房价会不会涨，或者说会不会继续下跌，所以很多人选择不出手。那可以预测的是，今年的金九银十肯定销量呢也不会和从前一样。从前的金九银十呢是售楼处非常的火爆，二手房交易呢也是十分火爆的，但是今年未必会这样。那今年的楼市发生了哪3个大事件呢？我们今天呢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呢，第一个大事件呢，就是在整个2022年，楼市呢出现了全面的松绑。我们知道呢，在2021年是楼市全面的限制，不管是1、2线城市还是3、4线城市，总之想要买房子难上加难。因为当时呢房价很高，还有炒房客的存在，普通老百姓买房呢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房价慢慢的回落，从均价1万降到了现在的9000多。那么在今年上半年的楼市松绑政策和下半年的松绑政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上半年呢，我们说降低了首付，降低了利率，但是只针对的是呢我们现在买房子或者说即将买房子的人。那么以前已经买了房子的人是享受不到低首付的，也享受不到现在的低利率。那么下半年的楼市全面松绑又不一样了，是针对以前买过房子现在还想买房子的人。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解除认房又认贷。可能很多人呢知道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呢，我们以前买房子，你有一套房子名下有贷款，现在想买第2套，那么首付会非常的高，而且利率也会往上涨，基本上首付呢就是60%以上。现在我们的松绑呢，就是解除认房认贷，那意思就是呢，如果你的名下已经有一套还清了，或者说没有贷款记录，那么你在买第2套房子的时候，认为是第1套房子，也就是说可以按照1套房30%的首付，以及享受1套房的贷款利率。那么这样的话呢，楼市可能会稍微交易量再活跃一些。很多人现在买房子呢，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本身首付很高，利率又很高。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压力问题；另外一方面呢，还在想，如果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去买房子，那有可能会赔本。现在取消了认房又认贷，那么老百姓的积极性呢，可能又会高一些。这个呢，就是楼市上半年松绑的政策和下半年松绑的政策不一样的地方。总之呢，在这一整年全面松绑的过程当中，对于新买房子的购房者，以及呢以前有房还想买房的购房者来说呢，都是比较友好的。第2个大事件呢，就是说我们未来未必能够买到烂尾楼。今年上半年烂尾楼停贷事件呢影响非常大。为什么很多老百姓宁愿自己的征信坏掉，也要呢把贷款停了？实际上已经触碰到我们的底线了。之前呢，我们买房子，其实说实话，我们购房者呢，或者说消费者呢，是比较弱势的一个群体，因为本身你的价格是开发商定的，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什么时候交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还贷款，都是别人说了算，我们根本没有一点点的自由。那么即使剥夺了这么多自由，我们还是想有一个房子住，但是钱付了，给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有可能会买到烂尾楼。那么烂尾楼以后呢，我们钱付了，我们呢还要还着银行的贷款。实际上我们去维权呢，又找不到部门，或者说呢几个部门推来推去，总之是遥遥无期。我们可以看到呢，烂尾楼停工1年以上，想让它复工，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呢，这不是简单的去转让一个门店，因为呢它又涉及到银行的债务、开发商的债务，还有呢民间借贷的一些债务等等等等。所以说想要另外一个企业去接手，那必须呢有地方政府在中间斡旋，
但有的时候，谁愿意去接手这样的难盘呢？这也是很多地方的烂尾楼呢，一烂能烂10多年都不能够重新开建的原因。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烂尾楼停贷的事件，现在所有的开发商企业把保交楼坐在了第一位。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能够让企业继续的发展壮大下去；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个保交楼的话，那么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你再去买你的房子，那对于这个企业的发展生存呢是很有影响的。而且呢，如果大部分的企业拿到了土地开始建房子的时候都成了烂尾楼，那整个房地产市场将烂作一团，显然呢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呢我们地方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预计的是，从明年开始，或者说就从现在开始，烂尾楼只会变得越来越少，甚至是消失。别忘了3道红线仍然还在发力啊！3道红线说的就是要让开发商降负债，那么负债降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慢慢的就没有了，开发商的实力起来了，有资金了，那么烂尾楼也就消失了。那还有第3个大事件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呢正在大力的去房产泡沫化，很多人担心中国的房价一直涨下去，会不会像90年代的日本，或者说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房产大崩盘、房产泡沫？这样呢，人们的财富流失，整个经济开始倒退，那我们的生活呢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吗？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体制下，这种房地产泡沫呢是不会崩塌的。因为呢，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房价并没有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房住不炒。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的房住不炒是针对房产的各个源头来治理的，而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首先给了开发商有3道红线，到现在这3道红线都还没有撤。那说白了，就是要让开发商从源头上把负债给我降下去，这样呢，避免烂尾楼的发生，也避免呢房地产倒闭。那实际上最终的受益者呢，还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呢，我们至少不会买到烂尾楼。那么第二呢，就是银行。过去银行呢，贷款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不管你的征信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还款能力，都可以呢给你进行放款。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烂尾楼增多给银行压力，然后法拍房增多给银行压力，包括个人的坏账还不上的大有人在，这也是坏账。银行的坏账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金融风险越来越大。一方面无休止的放款，另外一方面账又收不回来。那这样的话，一旦金融风险崩盘，那么整个金融体系就不复存在，对于我们老百姓的伤害，对于企业的伤害，对于整个民生的影响，那是无可估量的。所以你会看到，从近2年开始啊，对于这个贷款的限制也收得很紧，对吧？包括我们说对开发商，对于这个个人啊都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对于这个企业、个体还有实体是非常友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光靠呢房地产来发展经济，对吧？还要再次的去振兴实体经济。第三呢，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整治啊，我们可以这么讲，民间呢有很多的炒房客啊，只要有钱他就会买房子，名义上是增加自己的财富，实际上就是要炒房，拿房子来赚钱。但是这2年你会发现，有些人被套牢了，有些人不敢买房子，说明呢房住不炒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买房子就是一句话，我们有需求就买，没有需求我们就不要掺和。那这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而不是我们一窝蜂的只要看到有一点钱赚，马上就把钱全部投入到房地产市场。那这样的话，和2017年和2018年的房产有什么区别呢？结果是坑了自己也坑了大家。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楼市的3个变化。从明年开始，这些变化呢会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房产只会越来越健康，不会再出现房子的天价以及白菜价。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